蓝忘机问：那木桩？魏无羡想起那木桩，也恨得牙痒痒。江城觉得光绑上不够，还要用木桩固定，昨夜带着一帮门生把我好一顿折腾。蓝忘机面色稍霁，再问：你可与江婉莹同房？魏无羡一脸嫌弃：我为何与他同房？他不及你，睡觉打呼又练拳的，一晚上过去我还有命吗？蓝忘机点点头，知道了。随即转身便走，又坐回了书案旁，捧起那本尚未读完的书，接着看。不知道是不是错觉，魏无羡总觉得莫名其妙的一阵对话后，蓝忘机好像心情好了不少。因昨夜有江城看着，魏无羡没能睡成，今早闭眼之时才降落云深不知处，他这一觉睡到了未时末。用了膳食，又与蓝忘机胡扯了些混话，再一回神，天边晚霞已层层叠叠压在了山顶，橘红映着翠绿，拖出了深蓝色的尾巴。见蓝忘机不气了，魏无羡不要脸的本事又占领高地了。韩光君，你看天这么晚了，不如再留我一夜。蓝忘机也有如此想法，一是确实天色已晚，姑苏与云梦相去甚远，一来一回，待他回到云深不知处，早已过了门禁。二是魏无羡天天往他这边落，也着实麻烦。若是今晚留他过夜，同睡一张床榻，他二人许是都能睡个安稳觉。不过客人留宿，还是与长辈知会一声更为妥当。沉默片刻，蓝忘机道：等我与兄长知会一声，此事还是不要告知叔父了吧。魏无羡今晚若无意外，应当是得在净室留宿无误了，再去打扰蓝启人，伤人又伤己的。魏无羡方才不过开个玩笑，见蓝忘机答应的这么快，自己反而愣住了。他原本是想着自己下山买头毛驴，边走边玩，慢慢挪回云梦的，如今竟然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魏无羡狐疑道：你真的是韩光君吗？蓝忘机有些气恼，闷头看书没搭理他。魏无羡见不得他如此，连忙示好，带着舍生取义的架势，凑上去一把拦住蓝忘机的肩膀。哈哈，我开玩笑呢，我特别喜欢和韩光君您一起睡，特别舒服，欲仙欲死。蓝忘机领着魏无羡前往韩氏寻择吴军，却在门口看到了那个意外。韩氏内，三人相对而坐，韩氏主人择吴军蓝曦臣，来这儿蹭住的敛方尊金光瑶，以及魏无羡眯眼看去，越看越觉得那身穿云梦江氏校服的人有些眼熟。那人行礼：魏公子。魏无羡想起来了，此人乃是江城手下门生，因有些眼力劲儿，会来事儿，因此虽法术之上未有什么造诣，这门生却颇受重用，与敛方尊是一个理儿。蓝忘机沉默不语，魏无羡眼睛都亮了：你是来接我的吗？门生摇摇头：魏公子误会了，在下愚钝，能从云梦遇见至姑苏，已是极限，更不用说再带一个魏公子了。魏无羡问道：那你来干嘛的？江城派来专门笑话我的。门生再摇摇头：魏公子又误会了，江宗主说不想再管你这破事儿了，把事情解决了再滚回去。此前是江宗主原话，并非在下所说。魏无羡无语。门生又道：在下此次前来，只是替魏公子送来陈情。江宗主说没有法器，怕您死在外边，原本还想着带随便一起过来的，但是他不知随便被您扔到哪个犄角旮旯去了，在下实在寻不到，因此只带了陈情过来。还真挺会来事儿的，估计这馊主意也是眼前这位门生出的。蓝曦臣与金光瑶在旁听着，竟无端生出几分同情来，这可真是闻者伤心，听者流泪啊。蓝曦臣见魏无羡似是满脸不愿，也帮着说些好话。他道：既如此，魏公子这段时间便留在云深不知处吧，也省去了每日如此折腾。魏无羡挠挠头，可他只是想姑苏这边对他们这类邪门歪道最为忌讳，前几日是别无他法，能避则避，如今这般主动留宿，算是羊入狼口吧。蓝曦臣问：魏公子可是怕忘机？魏无羡仰仰头打断他的话：我怎么可能怕他？蓝曦臣微笑：既如此，魏公子便留下吧。魏无羡又蔫了，声音小小的嘀咕着，看着有些委屈。不过蓝湛他总是说些别的，说什么此道损身损心，说什么非仙门正统等等，反正都是他不爱听的。金光瑶又接着蓝曦臣的话头安慰：忘机此话乃是忧心魏公子身体，未有恶意。
若魏公子不喜欢听，不说就是了。说罢，眼神向蓝忘机示意。魏无羡也适时回头看，蓝忘机会意，对着几人点点头。魏无羡品出点别的意思，蓝湛，你这么想我留在此与你同睡？蓝忘机方才点头那劲儿还未过去，听魏无羡讲话，条件反射的再度点头。寒室内死寂一片，蓝忘机此刻才想起来自己干了什么好事，整个人僵在原地，面上不动声色，四平八稳，藏在鬓发里的耳朵却早已红透。蓝曦臣与金光瑶二人原本面带微笑，运筹帷幄的撮合，力求潜移默化，在不动声色之间将魏无羡拿下。蓝忘机那一下子也是他们没能想到的，瞬间笑脸凝在面上，心中开始揣摩如何挽回。江城派来的那门生正欲离去，此时听了这话也不准备走了，寻了个角落立着，准备待此事结束再回去向江城禀报。若中间落下什么环节，魏无羡和云深不知处这边出了什么事，他也少不得挨顿骂。四人心中思绪万千，脑内想法各异，却殊途同归，齐齐向魏无羡那边看去。风暴中心的魏无羡早已目瞪口呆，张着嘴回不过神来。蓝曦臣叹气，此事不同寻常。他记得这位魏公子当年求学时，便整日在云深不知处转悠着寻女修，还得亏蓝忘机抓人及时，否则蓝氏女修不保啊。可扯远了，他想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魏无羡已经发现端倪，不如干脆破罐子破摔，将此事挑明，也省得他弟弟整日想着念着不得安宁。正要开口，魏无羡却已抢先一步，颤声道：蓝湛。蓝忘机紧张地盯着他。魏无羡道：原来你这么想和我们一起玩。魏无羡初次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儿，是在第一晚掉到蓝忘机床上的时候。昔日死对头，熟睡时被他视为仇人的魏无羡砸中，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悉心照料，替他安排好住宿与吃食，甚至半夜他睡死过去后再次砸下，也没有按下杀手。即便迟钝如魏无羡，也能猜出可能对蓝忘机而言，自己与他不是简单的宿敌关系，因此与蓝忘机同住便有些别扭了。方才那是不得已，才随便编了个理由想蹭门生的剑回去，谁想让泽无君几句话便打了回去。忽略比往常微快的心跳，又想起当年蓝忘机冷着脸坐在藏书阁看他们一帮兄弟前去抓兔子的情景，魏无羡恍然大悟，蓝湛这是寂寞了。从小被3000多条家规束着，其实内心也向往跟他们一帮狐朋狗友出去疯一疯吧。怪可怜的。魏无羡由此便敲定蓝忘机的心思，故意忽略一些别的什么东西。他拍着蓝忘机的肩膀，哥俩好一般地问出了那句话。随后他便看到屋内除他以外的4人用一种看傻子的目光看向自己。这种全世界只有自己不知道某事的感觉令他有些恐慌，下意识地去寻蓝忘机。一扭头，蓝忘机却早已背过身去，肩膀微抖，向下看去，广袖中露出的那点拳头攥得死紧。魏无羡最看不得蓝忘机生气，连忙凑上去念道：哎，怎么了蓝湛？蓝忘机，韩光君，你看看我。蓝忘机不理，抬头看向窗外，心中算着亥时将至，向他兄长敛方尊与那门生行礼道别，抬脚便走。魏无羡在后面嚷嚷：哎，韩光君，蓝湛，泽无君，敛方尊，还有这位。那门生道：魏公子先去吧，不必管我。魏无羡连连点头：好，那我先行告退了。蓝湛，你等等我。那门生心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剩下3人面面相觑，还是作为东道主的蓝曦臣打破宁静，对门生道：辛苦您了，此时天色已晚，不如明日再回，我命门生给您安排住处。门生摆手：不必了，宗主挂念此事，我需早些回去禀报才是。还得考虑是实话实说，说咱云梦的魏公子不保，还是暂时替魏公子隐瞒下，到时候等事情曝光了再装傻。金光瑶看穿了他的心思，提议道：说的隐晦一点，江宗主不会听出什么的。门生向他看去，金光瑶笑道：到时江宗主也怪不到你头上，只能怨他自己当时未能听懂。门生恍然大悟，再看金光瑶时，眼中满是一种名为相见恨晚的情绪。